为什么 POE 流亡暗道在同类型游戏里如此独特？到底什么是类暗黑游戏？整部影片用简单的方式带过暗黑游戏的历史，介绍流亡暗道是如何从一个曾经辉煌却快速没落的游戏类型中拿下如今龙头的地位。1996年，一款新的线上 RPG 游戏发行了。当时还没有整合的北方暴雪推出了《暗黑破坏神1》Diablo 1。这款游戏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仅仅就只有3个职业：战士、法师、弓手，些许的随机死罪、配上装备，还有极少的怪物种类，在当时却被视为游戏界无人能及的高度。随机这件事情竟然能成为如此大的乐趣，每一个怪物掉落的装备都是未知的。掉落后再鉴定，有可能会毫无用处也有可能会是稀世神装。打宝与随机成为了暗黑破坏神系列的起源，而4年后，北豹再度发行了暗黑破坏神2，成为了一款无数人心目中奠定的经典。就连2010年还是国小的恶魔猫，也因为玩过里面的召唤死灵法师，在心中埋下了一颗对类暗黑游戏的热爱。他也不知道10年后，他会在另外一款游戏找到召唤流派的乐趣。就连现在找资料，看到最初创英雄的画面，还是会起鸡皮疙瘩。暗黑破坏神2承袭了打宝与随机的精髓，以此基础加入了更大量的装备词缀以及传奇装等等的，配合角色的技能点法以及装备、符文等，你可以组出一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 build。由于数值的随机性，你跟别人几乎是不可能重复的。虽然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刷符文是真的很干，但是以当时的游戏环境来说，花3个月去刷一件特定的装备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当时还有许多看到暗黑2的成功、模仿和类似的游戏随之发行，比如太阳任务、奇迹、火炬之光系列等等的。2012年，暗黑破坏神3发行，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的国中的训导主任请假，就是为了去追物流车，然后在家里玩一整天。足见这款游戏所有人放的期待有多深，而有多深就跌得多重。暗黑破坏神3并没有如前2代一样收获好评，由于过差的优化、伺服器以及无聊的掉落，角色像是卡通人物一样，没有维持一贯的暗黑风格等等的，负评如潮。再加上第3后续的一阵骚操作，主动开启了交易行还有 RNT， 半年后自行宣告这是非常失败的操作，再把交易所关闭，所有人强制不可地图外交易。换句话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是 SSF 模式，只是能组队，而必须在组队里刷的同一张图，喷的东西才能互相交易。充其量而言，这就像是有连线多人游玩的单机游戏一样，和当初自由交易、打出宝物、卖高价的暗黑系列完全不一样。许多失望的玩家反而回头玩第2，自此 Diablo 系列沉寂了好一阵子。2023年，《暗黑破坏神4》发行，不过我们就跳过吧。这部影片是讲历史的，而《暗黑破坏神4》还不是历史，至少现在还不是。由于《暗黑破坏神2》的成功，无数人也被 Diablo 系列的随机与打宝深深吸引。2000年，一个纽西兰的大学生刚拿到他的城市文凭，而他对未来非常茫然，不想要为他人工作，最大的兴趣就是每周打50个小时以上的《暗黑破坏神2》。他叫克里斯威里森。4年级的克里斯偶然在图书馆遇到了另外一个3年级的学弟，也在打暗黑2，于是向前说：“我很懂这款游戏。”这2个人成为了知心的仔仔好友。这个学弟是 Jennifer Rogers 乔纳森·罗杰斯，他们在7年后将会和现任的 GG 美术总监艾瑞克·欧洛夫森3人在2017年组成 Grinding Gear Games。这个名字直译的话就是打磨齿轮游戏工作室，表达团队对于细节的追求，但同时 Gear 也有装备的意思，一语双关，也可以当成打造装备，也有打宝游戏需要不断追求更好装备的意思。因为克里斯没有车，家里的车库是空着的，所以他们就把电脑搬到克里斯家的车库。还不清楚接下来会往哪里走，该做什么事情。接下来的8个月，他们就是不断的打电动，还有聊天。最后决定，我们要做一款继承《暗黑破坏神2》的新神游戏《Path of Exile》，将从一间车库开始。一开始
，POE 的进展并不顺遂，三人都从来没有开发过游戏，也没有任何的相关经验，完全就是从零开始学起。早期的 POE 名字叫做 One with Nothing， 一无所有之人，日后也被做成了一颗传奇星团来纪念。克里斯决定只花2年在这个项目上，如果2年后毫无成果，就解散团队。期间都是和父母借钱来维持团队的开销，而2年后，游戏仍然离完成还非常远。事实上，他们快来不及了。2012年，《暗黑破坏神3》即将发行，而2010年的时候，他们的游戏却还只是相当初期的半成品，甚至没有任何的股东愿意注资。在2010年9月时，他们飞往美国，开始到处寻找资金，仍然没有人在乎一个纽西兰的小公司所开发的游戏半成品。于是，他们开始在电话的开头就直接说：“我们从纽西兰飞过来的，请不要挂断电话。”而这个策略也成功了，开始有公司愿意听他们讲话。但接下来，每个公司听到他们的发言，都会大吃一惊。Alright, so I want to move on to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game. The biggest question I get from viewers is regarding the pay structure. Now, it's a free-to-play game, of course,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a cash shop, is that correct? There is a microtransaction shop. However, the biggest point here is that we're only selling cosmetic microtransactions. So basically, Gotcha. if it's game content or power, you can't buy it. We give all that stuff out for free. The idea here is that we're starving indie developers from New Zealand, so we can't afford to make a mistake with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of the game. We want to appeal to a wide audience if possible, and the best way is to have no strings attached. So we're selling only cosmetic content. This may mean that we make less revenue per user, but hopefully we'll get twice as many users due to that decision. 在2010的那一年，《魔兽世界》刚推出 4.0 浩劫与重生改版，《决胜时刻》系列是全世界最高销量的游戏。单个创世神刚推出正式版，岳飞之的《魔兽世界》、韩国的《天堂》、新传说 RO、买断制的《决胜时刻》CS、单个创世神、星海争霸正在主导整个游戏界。而他们在资金最枯竭的时候，跟每个股东宣告，这将会是一款 free to play 的游戏。任何在商城内的购买都只会影响角色的外观，还有仓库页。克里兹相信，即使这样子确实无法拿到最多的资金，却能让游戏有多达2倍的玩家游玩。这些2倍的玩家潜藏的消费力，会补足非买断、月费制的缺额。就算放到今天来看，完全没有 Pay to Win 元素的免费独立游戏，也极难活下来，形成一个巨规模的游戏。透过半试玩、半贩卖的方式。玩家可以花$10买测试版的赞助包，抢先游玩，并获得测试版的限定 skin。而这样的做法，让他们在测试版上市的第一天，募得了$9万。GGG 苟延残喘的活下来了。2年后，2012年，游戏已经准备好了，只差临门一脚，资金却再度枯竭。而《暗黑破坏神3》早已发行了10个月，最后却得到极差的评价。2013年时，在 POE 官网上发起众筹的项目，由于当时《暗黑破坏神3》的惨败，而 POE 的好评正在玩家之间悄然传开，最后竟募得了$300万，让 GGG 能够把正式版 POE 推出。2013年10月23号，POE 1.0 正式推出。正式版的第2天，他们已经额外架设了伺服器了，却仍然因为预想不到的人潮而崩溃。9个月后。POE 有550万个注册用户 ，GGG 当时却仅有50名员工。这样子独特的进程，还有艰难的创业，让整个 GGG 团队都把 POE 视为自己的命，还有孩子。每一次新版本的推出，其内容的深度还有庞大度，甚至相比于《暗黑破坏神3》当时推出的付费资料片，也就是说 ，POE 每3个月推出的免费赛季资料片，都相当于让玩家免费玩上价值约为$30的资料片。不论在2013年或到现在，这样子的做法和行动力都相当疯狂。要知道，一款买断制游戏的 DLC 也得花上以年计的方式来开发，而月费制的游戏通常有庞大的玩家群以及公司规模来维持常规的改版。POE 的奥瑞亚陨落，也就是俗称的 3.0 推出的时候，一口气增加了6个章节、12颗技能宝石、众神殿系统、全新的18个网站。以及大量的新鱼图、地形，这一切全都是免费的。而当时隔壁棚的 D3 推出的是要价$15的死灵法师职业包，再加上每一位游戏团队中的开发者都是深深的热爱这款游戏，因此有无数的创意还有想法被激发。每次改版这种大胆的改革与创新，让玩家趋之若鹜。自 POE 1.0 正式推出之后 ，GGG 就再也没有亏损过了。Chris 也终于可以还钱给父母了。现在他的父母还想要他公司的股份。
这是纽西兰报真的这样写，我没有加油添醋。2018年被腾讯收购了80%的股份，2023年是高达93%。如今发展到现在的 POE 可以说是一个全然的邪教组织。我们可以不需要知道接下来这一年的改版资料片会不会好玩，仅仅是看着发布会还有新的赞助包，就愿意大卡一刷$500买最贵的赞助包，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持 GGG。2024年的新赞助包，光是第一波最高的$500赞助包就高达了3000人，相当于$150万，4500万台币，更别提其他的赞助包还有 skin 的贩卖了。如今在2024年，你有看过任何一家游戏公司有办法不承诺任何1年内的改版内容，就被玩家无脑砸钱，砸$200万到脸上吗？这就是 GG 当初走的那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他们相信，只要把游戏做好，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玩家自然而然会用最深的热情来回馈他们，这就是 Path of Exile 流亡安刀。这是频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关于游戏历史的影片。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独立游戏的爱好者，许多经典好评的独立游戏都有玩。比起商业大作，我更喜欢把我不多的时间留给这些充满冒险竞争还有勇气的开发者，而不是贪婪又自以为的大厂。我非常喜欢看游戏不止和莱斯的影片，被这些背后游戏开发的故事还有历史感动到。不知道这支影片有没有同样感动到你？做这类型的影片需要非常大量的心力以及找资料。我真的很喜欢剪片，喜欢剪好看又有趣的影片给大家，而不是时光时录影，然后匆忙弄一支影片塞给大家。但无奈我是一人军团，然后加上2只猫，我认真剪的影片往往跟我时光时录影，哎呦下去点了。讲解 POB 的跟赛季机制的流量都差不多，为了能够维持 POE 频道，我不得不做一些没有细剪过的影片。开机的时候，我一天开台大概18个小时，其中我可能只有2个小时能够做影片给大家，但休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决定从这个赛季开始去做一些我喜欢，而且我认为我的观众也会喜爱的影片给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在下面留下留言，还有喜欢。你的支持会成为这类影片出产的最大的动力。我是红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